尿毒症是一种很严重的肾脏疾病，对生命有很大威胁。其实尿毒症并不是悄悄来的，身体可能会有3个破绽。一、身体出现浮肿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身体是不会出现浮肿的，但如果患上尿毒症，体内水分排不出去，就可能会引起身体浮肿，尤其是眼睑和脚踝，这时就要引起重视了。2、皮肤干燥瘙痒。肾脏有很重要的排毒作用，如果患上尿毒症，影响肾脏功能，那么体内就会堆积毒素，使人出现皮肤干燥、脱皮、瘙痒等情况，这也是肾不好的一种表现。3、排尿异常。如果你夜尿次数增多，并且排尿量逐渐减少，这时也要注意，很可能是尿毒症来了。如果你也有这几种情况，就要多注意了，早发现早好。平时呢，要多注意养肾，多运动锻炼，也可以常吃一些养肾食物，比如黑枸杞、桑葚、山药等等，能保护肾脏健康，预防尿毒症出现。早晨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候，但是有一些小的事情却被人们忽略了。如果晨起马上做3件事，很容易给寿命打折哦。希望你这个都没有。1、晨起马上剧烈运动。很多人呢有晨练的习惯，本来晨练是有益身心健康的，但如果刚起床就做一些剧烈运动，这样对心血管健康不利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晨起半小时后再做一些缓和的运动比较好。2、醒来马上起床。对于一些朋友喜欢早上定个闹钟，闹钟一响呢就马上起床，那这样突然起身很容易出现头晕眼花的情况，也不利于心血管健康。3、早起马上吃饭。很多人早上吃饭也是急匆匆的，为了赶时间，刚起床就吃东西，这样很容易造成消化不良、肠胃不适的情况，时间长了对胃部健康不好，所以建议大家早起半小时后再吃东西会好一些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我们一天要吃3顿饭，很多人都是糊弄糊弄就过去了。其实呢，吃饭也有金标准，如果40岁后你能够坚持住的话，对延长寿命是有帮助的哦。1、2顿饭间隔4到6小时。2顿饭的时间间隔太长的话，会使人出现非常饿的感觉。那间隔太短呢，会让肠胃得不到休息，所以不管太长还是太短，对身体呢都不好。2、吃饭时尽量不要说话。俗话说食不言，寝不语。如果吃饭时说话，会让嚼东西的次数变少，不利于消化，所以吃饭时呢，尽量不要说话。3、多吃蔬菜。吃饭时最好吃的清淡一些，那多吃一些蔬菜，这样能够帮助身体补充维生素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4、吃饭时腰背挺直。挺直腰背吃饭呢，可以减少肠胃的负担，而弯腰驼背吃饭很容易影响消化，引发肠胃问题。所以呢，腰背挺直吃饭有益健康，对长寿也有帮助哦。到了秋冬季节，也是吃山楂的好时候了。那山楂酸酸甜甜的，很多人呢都喜欢吃，而且经常吃山楂，对血管健康也是有好处的。但是有些人有疑问说，经常吃山楂到底是升血糖还是降血糖呢？那大家都知道山楂比较酸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就认为它含糖量少。其实这是不对的，虽然山楂甜味不大，但是山楂的含糖量还是很高的。不过呢，是因为山楂里有膳食纤维，减慢了糖的吸收速度，如果吃多了还是会影响血糖水平的。所以血糖高的朋友吃山楂的时候不要吃的太多哦。那除了这些，经常吃山楂能够帮助消化，改善睡眠，还有延缓衰老的作用。大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，尤其是对肺部的健康有很大影响。那么抽烟多长时间肺部会渐渐变黑呢？假如你每天都能抽上1包烟，那么基本上3年左右的时间，肺部就会开始慢慢变黑。即使肺部没有变黑，也会给健康造成很大影响，所以大家应该尽早的进行调理。经常吸烟的朋友可以做一个小测试，来看一看肺部是不是还健康。这个测试非常简单，大家可以拿出家里的蜡烛，然后放在距离自己15厘米左右的地方，看看能不能轻松的把它吹灭。如果不能够吹灭，那么就可能是肺部不太好了。若在距离5厘米左右的地方还是不能吹灭，那么就要小心肺部疾病了。但如果你能轻松的吹灭的话，说明肺部还算健康。长期吸烟对肺部的伤害呢非常大，所以大家平时要注意养护好自己的肺部，可以多吃2种食物，梨和银耳。
这两种食物都能够帮助排除肺部当中的毒素和垃圾，有很好的养肺润肺的作用。对于长期吸烟的人来说，经常吃是非常好。最难熬的3伏天过去了，但是迎来的却是最凶险的34天。因为出伏后天气逐渐转凉，昼夜温差大。那俗话说，早上凉飕飕，中午热死牛。这样的天气最容易使人出现心脑血管疾病，所以要及时做好预防工作。首先做好2防。第一，防秋乏。秋乏相信大家都听过吧？一到了秋天，很多人会感觉到浑身疲乏，整个人没有精神，浑身泛懒。所以大家这时就要做好防秋乏的工作，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不熬夜，勤加锻炼，早晚出去跑步、打太极、跳广场舞等。第二，防肺燥。秋天天气比较干燥，这时很容易出现肺火旺盛的情况，所以大家应该多吃一些养肺润肺的食物，避免肺燥伤害身体。比如多吃一些银耳、百合、莲子等，对肺部有保护作用。那中老年人除了上面预防2件事，还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，酸味食物，比如葡萄、柠檬、柚子等。酸味食物有开胃健脾的作用，对补肺气有很好的效果。第二种，碱性食物，比如蔬菜类、发过芽的豆类等。秋天多吃碱性食物，可以中和肌肉产生的酸性物质，对缓解疲劳有很大的帮助。胡子是男人很正常的生理现象，那有胡子也会显得男人比较阳刚有魅力。除此之外胡子还能够反映出男人的健康状况哦。那我们来看一看下面的这3种情况吧。第一，胡子长得快。胡子长得快代表男性体内雄激素比较旺盛，也是肾脏健康的一种表现。但如果胡子长得异常的快，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儿，很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喽。第二，胡子稀少脱落。胡子少而且经常脱落，这也是不好的现象，因为这种情况很可能是雄激素不足引起的，肾脏功能也会受到影响。第三，胡子颜色改变。一般胡子都是黑的，但胡子如果变白或发黄，也是不健康的一种表现，也容易影响肾脏健康。所以男性朋友要多注意自己的胡子状态。如果你没有上面这3种表现，说明身体比较健康，肾脏也还好。脑反应慢，记性差，每天做2个小动作，大脑越来越灵活。动作1，摇头晃脑。这个动作站着坐着都能做，将我们的头部前后左右的摇晃，每次摇晃2到3分钟。因为我们的颈动脉是向脑部供血的管道，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增加脑部供血，对提高记忆力有很好的效果。动作2，锻炼手指。通过锻炼手指可以帮助刺激大脑，延缓大脑衰老。方法很简单，将双手握成拳，手掌心面向自己，然后将左手的大拇指和右手的小拇指一起伸出收回，再将左手的小拇指和右手的大拇指一起伸出收回。这样反复练习2到3分钟，可以逐渐的加快速度。这样锻炼双手可以帮助提高记忆力，让大脑越来越灵活。上面这2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大家可以经常做一做。除此之外，大家还可以经常运动，多喝水。运动可以刺激大脑皮层活动，有很好的健脑作用。而多喝水可以帮助延缓衰老，对大脑也有一定好处。记忆力减退，反应迟钝，总是丢三落四，这已经不再是老年人会出现的了。很多年轻人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给生活和工作带来很多不方便。那记性不好的朋友可以试试常吃下面2种蔬菜，或能让大脑更灵活哦。菠菜，菠菜虽然便宜，但营养价值高可是健脑的好食物了。菠菜中含有大量的叶绿素和维生素 A， 有很好的健脑益智、提高记忆力的作用。西兰花，西兰花又叫做花椰菜，有蔬菜皇冠的美称，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。那其中含有维生素 K， 经常吃的话可以帮助增强大脑活力，也能提高。生活中很多人都存在肚子大的问题，不管男人女人，如果肚子赘肉太多，很容易引发疾病。那该怎么减掉肚子上烦人的赘肉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抬腿。拿出自己家的瑜伽垫，平躺在上面，让腰背部和手臂都紧贴在地面上，这样保持不动。然后用自己腹部的力量向上抬起双腿，双腿并拢伸直。当达到最高点的时候，
停留3到5秒，然后慢慢的放下，再向上抬起，这样睡前反复做50次。那这个动作可以锻炼到腰腹，有助促进脂肪燃烧，对瘦肚子、减肥都有一定帮助。如果有肚子大烦恼的朋友，可以每天睡觉前做一做，只要长期坚持就会看到效果。不过想要减肚子，除了运动，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，要减少高脂肪、高热量食物的摄入，多吃蔬菜水果，多喝水。只有运动和饮食相结合，这样才能让你瘦得更快。很多坐办公室的人会发现自己的大肚腩越来越明显，腰也变得越来越粗，曾经的裤子也穿不上了。但是自己没有时间，也懒得运动，那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躺着就能做，每天睡前做10分钟，帮你减掉大肚腩。大家晚上睡觉前如果没事了，就可以躺在床上，或者是地上铺个垫子，平躺，将双腿分开成一个大8字，双手向身体两侧伸直，与肩膀在一条直线上，然后将上半身抬起来。抬起的同时，右腿和左手手臂也抬起，用左手尽量的去触碰右侧小腿，做完再换相反的方向，这样左右交替做5到10分钟。如果感觉到累了，可以适当的休息一下。那这个动作可以帮助锻炼腹部肌肉，对减肚子、瘦身有很好的帮助。不过要长期坚持才行哦。想要减肚子的朋友，平时呢还要多注意饮食，多吃水果蔬菜，避免久坐不动。坐时间长了就起身活动活动，这样可以避免大肚腩的出现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利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。